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你知道吗？桃这个汉字，除了表示水果和植物以外，它还隐藏着很多有趣的文化秘密。今天我想从桃的自然特点和神秘信仰两个方面，分享桃在中国文化中常见的6种象征意义，帮助你学习和桃有关的常用表达，认识日常生活当中与桃有关的常见物品。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了，打开你的耳朵，试试看能听懂多少。首先，从桃的自然特点来看，桃衍生出了4种主要的象征意义。第一个象征意义，美丽。春天桃花盛开，桃花的颜色粉粉的，很美好，很温柔的样子，所以桃花就和美女和美丽产生了联系。有2个常用的表达，人面桃花和桃花妆。人面桃花就是形容女孩子长得像桃花一样漂亮，然后桃花妆是韩国很流行的一种妆容，就是女孩子用化妆品把自己的脸画得白里透红，像桃花一样漂亮。这2个词呢，它形容女孩子漂亮，这种漂亮，这种妆容，它都是跟桃花有一定的相似性的。我们看2个句子，她穿着粉色的裙子，站在树下，人面桃花，美得像一幅画。还有她画着桃花妆，然后呢，脸白里透红，人面桃花，美极了。你看这2个句子里面，说她人面桃花，都是跟桃花的美丽有一种相似性的。粉色的裙子像桃花一样粉粉的，很漂亮。然后桃花妆呢，也是脸白里透红，像桃花一样美丽。在英语当中有一个表达 peaches and cream。peaches 就是桃子，白里透红。cream 呢就是奶油，这种很光滑。这个表达就是形容女孩子的脸呢白里透红的意思。好，接下来讲第2个象征意义，爱情。看春天桃花盛开，春心萌动，有一种心动想谈恋爱的感觉，所以桃花呢和爱情产生了联系。有几个常用的表达，桃花运、正桃花、烂桃花、桃花劫，它们是什么意思呢？桃花运就是指一个人呢，感情方面很幸运，机会很多，就是容易遇到呢喜欢他的人。那桃花运呢，有好的也有不好的。好的桃花运呢叫正桃花，就是指认真美好正常的恋爱关系感情关系。那不好的桃花运呢就叫烂桃花，就是指有点混乱不好的不正常的感情关系恋爱关系。最后一个桃花劫这个词呢，就是指因为感情问题而引发了灾难。我们来看一个句子，我们把这几个词放在一个句子当中去理解。弟弟最近桃花运很好，身边出现了很多喜欢他的女孩子，其中有一个女孩子呢，温柔又善良，是他的正桃花。不过弟弟以前也遇到过烂桃花，对方呢脚踩2只船，就是同时和2个对象在交往，最后呢弟弟还被骗了钱，真是一场桃花劫。看放在句子当中就很好理解了。好，接下来讲第3个象征意义，友情。桃树和李树，是中国人很早很早以前就开始种植的果树，在古代呢非常的常见。不像苹果、香蕉、芒果还有西瓜，这些都是从外国后面从外国引进到中国来的。而且桃子和李子呢，价格也不是很贵，不昂贵，很常见。普通人呢也可以把它作为礼物互相的赠送。有一个常用的表达投桃报李，这是一个成语，
它的意思是指我投给你一个桃子，你回报我一个李子，形容朋友之间呢互相关心，我帮助你，你也回报我的意思。比如这样一个句子：上次我帮他搬家，这次他投桃报李，帮我照顾小孩儿。我们就是那种互相帮助、互相支持的好朋友。好，接下来呢，讲第4个象征意义学生多。看桃树和李树呢，是中国人很早就种植的果树，而且它们开的花很漂亮、很美丽，结出的果实呢又多，而且又好吃，所以呢，它象征着一种美好的成果。有一个常用的表达叫桃李满天下，这也是一个成语。它的意思就是说，老师教出了很多的学生，学生像桃子、李子那么多，而且这些学生呢，去到了不同的地方，在不同的行业，然后呢，发展的都很好，这是对老师的一种赞美，就是形容老师呢，通过辛勤的工作，然后呢，有了美好的教育成果的意思。有一个例句：李老师退休了，学生们从世界各地发来祝贺，真是桃李满天下呀！这就是讲李老师的学生呢，像桃子、李子那么多，在全世界都有这样的意思。好，除了桃的自然特点以外呢，古人也把桃呢看作是一种有神秘信仰的东西。我在上一期的节目汉字有道理赵这期节目当中呢，分享了桃这个字，是怎么创造出来的。当时讲到了桃花汛，桃花汛呢是指每年的春天桃花盛开，然后呢冰雪融化，河水上涨，淹没了附近的田地和房子，给人们带来了灾难。时间久了呢，人们就会觉得这是神灵在通过桃花提醒人们，这样的灾难就要发生了，这是神的旨意，这是天意的象征。这种神秘的信仰呢，在很多的文学作品和神话故事当中呢，也有体现。比如说在神话故事当中，说人们吃了桃子以后呢，就能长生不老。长生不老就是指不会衰老，不会变老，不会死亡，会一直活着的意思。桃呢就象征着长寿，而且这也影响到了我们现在的日常生活。长辈在过生日的时候呢，我们会送寿桃蛋糕，还会送寿桃馒头。寿桃蛋糕就是在蛋糕上面放上像桃子形状的装饰品。寿桃馒头呢，就是一种用面粉做的，然后呢做成像桃子形状的一种点心。这些呢，都是用来祝贺长辈过生日，希望他们长寿这样的一个意思。好，还有比如说在神话故事当中，人们相信桃木呢可以赶走鬼怪，保护平安，所以桃也象征着驱邪避鬼，保护平安的意思。在现在的生活当中，我们也能常常见到桃木做的一些物品，比如说桃木摆件，就是摆在家中，既起装饰作用又保平安的东西。还有桃木挂饰，这些挂饰可以挂在车上，挂在钥匙上，挂在手机上，还可以挂在门上。还有呢，桃木的平安符可以挂在脖子上，还有桃木的手串，就是戴在手上。桃这种象征着驱邪避鬼、保平安的意思，其实在日本的文化当中也有体现。比如说日本童话故事桃太郎，这个桃太郎就是从桃子当中出生的一个小男孩。这个小男孩长大以后，跟他的朋友们一起打败了妖怪，保护了村子里的人。再比如说日本每年3月3日这个女儿节，有一些地方呢会用桃木枝来做装饰，也是象征着一种驱邪和平安的意思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呢，我们从桃的自然属性和神秘信仰2个方面，分享了桃在中国文化中象征着美丽、爱情、友情、学生多，
还有长寿、驱邪避鬼、保平安这6种主要的象征意义。然后带着你一起学习了和桃有关的8个常用表达，其中2个是成语，还一起认识了一些日常生活当中和桃有关的食品和物品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。视频的最后是我的一个笔记总结，还有上一期节目的一个链接。好，我们下期再见。